本期视频我们主要说的品种是港股的小米集团，来自于我们的粉丝约稿。那么上一次分享这个品种是在9月9号，当时我们给出了2种预期，但是由于整体走势它并没有向上继续突破前高，那么就出现了看空预期的这种发展。经过1个月的时间来看，从60块钱已经跌到了45块钱附近。那这波下跌调整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向下的空间有多大？以及下一次如果能出现波段机会的话，我们需要等待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和形态才能参与？好，那么我们延续着刚才几个问题，我们展开本次的话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本频道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最近2天在 B 站上传的有国际金价以及国内金价的整体走势的结构以及港股的绿叶制药和美股的美光科技其他像港股的京泰控股、港股的药师帮以及港股的石药集团和港股的新特能源都是我们的会员约稿，那么我们也是放在我们的会员群中去更新了。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大结构去梳理。从这个19年的11月份整体走势来看，它是一开始是运行了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那在这个五浪推动的形态结束之后，市场是迎来了2次探底而且这整体的一个下跌调整浪来说的话，它探底的幅度比较深，同时它探底所用的时间跨度也符合要求，因此第2次上涨的起点它其实是位于22年的10月上旬，低点是在 8.31， 也就是说从 8.31 开始至今，它都是处于这主升3浪当中主升3浪当中。前期第一波走势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1浪，飞速断断的向下调整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2浪，当前这波上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3浪走势，这是我们目前对于整体走势的一个看法。那至于这个3浪有没有结束，后期结构上是有变化的。首先我们先分享一下第一种预期。第一种预期3浪内部它也是走出了一次比较完整的5浪推动的一个形态起始的第1浪，回撤的第2浪，上涨的第3浪，回撤的第4浪，那如果3浪没有结束的话，那在这个4浪前面的1、2、3、4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就在于最后一个3浪5内部，3浪1、3浪2、3浪3、3浪4都没有分歧，在于3浪5。那如果按照3浪5的预期去发展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这个3浪5的内部最终走出一个5波的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浪1、浪2、浪3、浪4以及子浪5，等这一波走势全部结束，还意味着这个主升3浪的3浪5才能全部走完，也就意味着大3浪才能运行完毕。那如果按照这种预期去发展，那么首先我们要画一下最近的这一波上涨走势的黄金分割。可以看到下方的目标价格支撑它是位于 0.618 到 0.764 这个区域， 45.70 到42，这就是目前能看到最近的支撑区域如果在这个区域出现底分型十字星的话，对应周期底分型十字星的话，我们是可以考虑向上有可能出现3浪5当中子浪3的这样一个上涨过程，也就是终结楔形5波推动形态当中的第2波上涨，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第一种预期。如果按照这种预期去发展，那么我们后期需要找到它上方的目标压力位于哪里，这里我们需要借助到这个波浪尺。首先测算大1浪和大3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其次我们要测算一下这个大3浪当中的3浪3和3浪5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通过以上2种波浪尺的划分方式，那么我们看到后期整体上行所面临的压力 63.30 一线，这是一个位置， 73.80 这是一个位置， 63.30 73.80， 是按照比较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后市的发展的一种预期那么近期就要关注 45.70 到42这个区。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2种方式。第2种方式相对悲观，也就是认为这个主升3浪当中的1、2、3、4、5走势其实已经结束，尤其在最后这个3浪5的内部，它的整体走势就呈现了一个3波形态，也可以说3浪5的内部它是一个失败的结构走势。那如果按照这种结构去划分，代表着大3浪的走势全部结束，也就意味着后期将会向下展开更大周期或长周期的深幅回撤调整。我们不能因为今年以来小米连续出现了比较好的消息面的利好，就认为行情一定会去上涨，怎么样？
那有没有可能它这个利好的消息其实已经在之前的股价里提前已经体现出来了？也就说明一点什么，在交易当中它出现了利好兑现的这种情况，买预期卖事实。既然这个事实已经兑现，那是不是意味着股价将要展开中长期的升幅回撤？因此按照这种思路去想的话，那后期它整体回撤的空间幅度就会比较大。下方后期整体来看的话，它就会看到更低的位置，整波大三浪的黄金分割50%一线，以及618这个区域34.80到28.60，这才有可能成为它中期的一个落点。同时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大二浪的调整，它是从21年的1月份一直运行到22年的10月份，等于是走了1年9个月。那这一次如果此处出现大四浪的调整，它调整的时间也不会短。所以至少告诉我们，在一个阶段之内，这支票是中长线是没有任何波段机会的，它只是处于回撤的调整浪这个阶段，并且我们要从这个操作上来说的话，要回避这个阶段。只有等后期，比如这个四浪运行了1年半或者2年时间之后，才具备下一次或者说最后一轮中长期上涨的第5浪的波段机会。那这时间等待它出现可能会比较长，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可能会等待比较长。所以最近来看啊，42这个位置就是中期和长期走势的一个多空节点，跌破这里就没有任何悬念了。那后期就是按照大四浪调整浪的结构形态我们去考虑。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从42跌到34块附近，那整体走势还要再跌8块钱，也就说明一点，还有20%左右的一个跌幅，并且它运行的一个结构呢，它可能也是呈现一个3波形态。比如说当前我们处于的这是一波 A 浪，处于的是一波 A 浪，向上反弹有个 B 浪，最后向下还有一个 C 浪，可能是按照这种结构思路去发展。如果按照这种结构的思路去发展的话，所用的时间跨度才能对应到这个大二浪的时间跨度。所以这里的调整它一定是比较复杂的，中途可能会出现中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啊，黑色段这个 B 浪，但是波段机会没有，波段机会一定是等待最后这个4浪调整结束之后，我们来操作这个第5浪的上涨。所以当前对于后期小米集团的走势结构，它是已经出现了分歧。那么我们最近一定要关注到这个42的多空节点破与不破，同时也要关注到在45.70到42这个区域，它是否能出现对应周期周线级别的底分型和十字星。如果出现了，那么我们可能会按照第一种预期先去考虑清仓介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期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它3浪5内部还要走一个5波引导楔形的这种终结楔形的形态，那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还是有的，无非是中途可能会面临比较剧烈的回撤震荡洗盘。所以以上2种结构的分析我们都已经分享给大家。从目前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首先去考虑第一种预期，也就是说近期重点要关注45.70到42这个区域，等待结构出现明显的以底分型十字星之后，我们才能考虑再次介入的一个机会。当然了，这里也说过了，如果跌破42这个位置了，比如让一下让开 41.50 了，跌破 41.50， 那这思路第一种预期思路那它就已经失效了。那我们只能按照第2种思路去发展方向去考虑，中途只能说做个小波段中短线的小波段这样反弹。除此以外，更多的看涨机会要等待调整全部结束之后才能再参与。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这个小米集团的再次跟踪分析。那么在本期视频当中，我们也抛出了很多问题。那通过刚才一系列的结构和形态分析，那么我们也得知了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后期可能出现的变化有2种。至于市场最终会选择哪一种，或者是否会在45.70到42区域出现底分型十字星，我们等待市场的一个选择，等待市场给出我们更为明确的一个信号。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期再见。